东吴朝堂一度出现诡异的平静，太子未废，鲁王并立，人人都在笑这一事，却没人敢确定明天谁还活着。更奇怪的是，所有试图说清楚局势的人都开始一个个消失，而东吴的未来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。赤乌5年，公元22年正月，申河正式被立为太子。同年8月，朝中大臣奏请立皇后分诸王，孙权只同意立世子申霸为鲁王，他的五子孙奋、六子孙休10年后，太元2年，公元252年才封王。所以当时孙霸是吴国唯一的藩王，地位很突出。申河本来特别受孙权喜欢，但孙霸封王之后，两人还是一样受宠，还住一个宫殿里，没正式分等级。太常、顾谭、太子太傅吴粲这些大臣都反对，说太子和藩王得有嫡庶区别，礼节也得不一样，还要求鲁王去地方镇守。后来太子和鲁王分开住，各设官署，这就成了矛盾的开始。鲁王觉得自己地位降，是太子和他的人害的。有了自己的宾客后，就一起诋毁太子和支持者，想除掉他们，自己当太子。你觉得当同等宠爱被刻意维持时，这更像是管理失误还是权力设计？另外，孙和当太子后，孙权本想立他的母亲王夫人为皇后，可全公主怎想方设法阻止。有一次，孙权卧病在床，派孙和去宗庙祭祀，太子妃的叔叔张修家离宗庙近，就请孙和去家里坐了坐。这事被全公主的人看见了，全公主就跟孙权告状，说孙和没去祭祀，反倒在妃子家密谋大事，还说孙权生病时王夫人脸上有高兴的神色。孙权特别生气，骂了王夫人一顿，王夫人郁闷之下突然去世。从那以后，孙权和孙和的关系就慢慢冷淡了。公元24年，也就是赤乌7年，孙权听说太子和鲁王不和，就下令让两人不准跟宾客来往，专心读书。可这次遭到了杨道等大臣的坚决反对。大臣们说，太子和鲁王在外名声很大，突然改规矩，会让邻国起疑心，说闲话。另一方面，太子和鲁王的宾客矛盾越来越深，除了本来就不和的人，其他年轻人参与进来，都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快速升职。朝廷里里外外的官员都争着派自己的子弟去侍奉申和或申霸，因为这层关系，矛盾慢慢就落到了朝堂上。大臣们也分成两派，一派支持太子，一派支持鲁王。据《阴基通语》记载，陆逊、顾谭、吴粲、朱据、诸葛恪、滕毅、司祭丁密等人支持太子，而布置、履带、权从、吕据和孙弘都支持鲁王。当官员开始按人脉阵营划分，而不是按制度行事，这个政权还算稳定吗？其中一些激进的太子党和鲁王党冲突特别大，太子党对鲁王和他的人要求太过分，引发了鲁王党的反击。陆逊的外甥顾谭是太子党里最有分量的，向来跟鲁王阵营的拳击不和。早在公元241年缺碑之战时，顾谭的弟弟顾城还有拳击的哥哥权绪、谭勋前端都参加了战斗。当时顾城得到了封赏更多，全家一直觉得不公平。现在矛盾爆发，权从父子就揭发顾城串通别人，虚报功劳。顾城被关进监狱，顾谭也受到了牵连。孙权本来想让顾谭道歉，就放了他，可朝会上，顾谭一激动就说：陛下常言其心乎？官员就上奏说他诋毁国君，大不敬，按律该处死。孙权看在他父亲顾雍的面子上，没杀他，最终把顾谭、顾城流放到了胶州。除了顾谭，很多太子党都希望当时镇守武昌的重臣陆逊能上书拥护太子，所以总给陆逊传消息，比如吴粲、陆隐。鲁王党也想让陆逊出面稳定局势，比如权从。陆逊一开始对这场争斗保持中立，后来跟权从闹僵了，就倾向了太子这边。孙霸见申和失宠，更想当太子了，就让宾客杨佐帮自己说好话。申和从仆从那偷听到消息，正好太子宾客陆逊的主子陆隐要去武昌，
孙和就跟他秘密商量，让陆逊上表劝说孙权。陆逊觉得太子地位不稳，就多次上书拥护太子。孙权没想到这事传到了武山，特别惊讶，就严厉批评了陆逊。再加上陆逊担心顾家的事，又气又急，最后去世了。消息败露后，杨卓、陆隐、吴畅都被关进监狱，吴畅死在了监狱里。后来，孙权和太子孙和的关系缓和了一些。公元27年，也就是赤乌10年2月，因为建业的宫殿坏得厉害，孙权曾搬到太子住的南宫。大臣之间的争斗这时候也平息了不少。一些激进派的重要人物下台后，留下的权力空缺被一些态度温和的太子派、鲁王派人物填补了。比如公元26年，诸葛恪升为大将军，吕岱升为上大将军，分管武昌，布置升为丞相。这些人没有正面冲突的迹象，事迹也只是拒绝了称霸的拉拢，没有主动支持太子。布置、吕岱这些重臣虽然有自己的倾向，但他们的传记里压根没提党争的事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任职，对朝中的事影响小，了解也少。当冲突表面消失时，你认为是秩序恢复，还是更高层控制完成了接管？孙权琢磨了很多年，特别担心这件事。他觉得两党争斗已经让朝廷有了裂痕，如果再让孙和或孙霸当皇帝，只会让朝廷更不安，引发更多内斗。就像袁绍死后，袁尚和袁谭彻底分裂一样。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儿子里面另立太子。曾亮因为年纪小，受到了孙权的关注。全公主因为之前攻击过孙和母子，心里不安，就借着孙权喜欢孙亮，经常称赞他，还劝说孙权立孙亮为太子。他还让孙权给孙亮娶了权氏女子。公元250年秋天，也就是赤乌12年，孙权把孙和关了起来。骠骑将军朱据见孙和被幽禁，就和尚书仆射徐晃带领很多将领官吏，用离头致富的方式请求孙权释放太子。孙权登上高台，看到这一幕，指责他们没事找事，把两人各打了100杖。徐晃被遣送回乡，朱据又写信劝谏，结果被贬为新都郡丞。后来还被中书令孙浑假传诏书害死了。陈震丞相又用晋献公杀申生，改立西岐，导致晋国大乱的例子劝谏，单纯也极力劝谏，可最后陈震丞相被灭了族，单纯被处死，朝中几人受到牵连，被流放了。这年7月，孙权正式废了太子孙和，赐死了鲁王孙霸，还把参与谋害太子的鲁王党羽、全季、吴安、申齐都杀了。到了11月，正式立孙亮为太子。这场争斗前后持续了8年，把吴国的朝堂搞得一团乱，就因为太子被废，鲁王被杀。到孙权去世后，孙亮顺利登基，可问题来了，孙亮年纪太小，根本掌控不了朝政。后来出现了诸葛恪、孙峻、孙林先后专权的局面，吴国的混乱也一直没有停下来。